葉雲國服有哪些武學是國際服沒有的？第一名就是這個黃金膝。當你對 BOSS 下跪，可以直接通關，但是這個騎術也有個缺點，那就是它只能秒殺 BOSS， 而不能秒殺小怪。第二名，戲樂，玩家可以上傳一張圖片或者15秒以內的短視頻，在遊戲裡生成任何你想要的舞蹈動作。打開主菜單就能看到這個戲樂功能，操作方法也很簡單。比如我上傳一段跳舞視頻，這樣你在遊戲裡就能1比1的複刻進行跳舞。第三名，梨園門派，該門派還沒有任何武學，只有一把嗩吶，去墳地裡吹拉彈唱還是挺搞笑的。第四名，霄銀千浪，你先來到開封左下角的御苑南，然後直接一個大輕功飛到房頂上，到達偷師位置之後，你會自動隱身，然後你就可以吹笛子，直接完成武學醉夢遊春的偷師。別人那叫偷師，咱們這是直接殺進去的。這裡開心遊戲教大家另外一個方法，選擇縮骨功，同樣可以輕鬆完成偷師。不過國際服現在還沒有縮骨功，所以還得等以後的更新。反正偷師位置就在這裡，如果國際服還沒有醉夢遊春，應該是偷不了的。醉夢遊春主要有2種攻擊方式，一種是把傘拋飛出去，另一種是踩着傘像溜冰鞋一樣在地上滑動。醉夢遊春主要是群體攻擊，不過我本人更喜歡九重春色那種遠程攻擊，所以醉夢遊春我並不是很感興趣。文章是沒發過的，研究是沒有着落的。師兄們的語言是不通的。對於我而言，傘最大的作用是能在天上飛，做任務天空地窟特別方便。操作方法，電腦端跳起來按波浪鍵就能在天上飛。記得按 Q 鍵千斤墜，這樣就不會被摔死。霄銀千浪有2個作用，一是剛才提到的武學偷師，直接殺進去；二是協力清剿，吹個笛子就通關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順便說一下，之前有粉絲問我，這個徒手拿起火藥桶是什麼騎術？其實這並不是騎術，而是解鎖不見山地圖自帶的，可以用意念驅動物體。霄銀千浪這個騎術，它最神奇的地方是它可以更換任何背景音樂。葉落花謝，真刀劍難免，如為山河過客。想象一下，你一邊打怪，一邊聽着自己最喜歡的音樂，是不是會很爽？風再冷不想逃，花再美也不想要，任我飄搖。第5名，神標千機鎖天。國服玩家已經不玩素子遊城或者素子行雲了，因為新出的這個神標千機鎖天是所有神標武學裡最帥的。它動作酷炫，一般是用來對付小怪，屬於群攻技能。千機鎖天的黃金搭檔是天至垂象，凌雲踏階夜龍相守，直接清掉 BOSS 第一管血。新武學天至垂象，一拳幹爆無相皇，就是這麼簡單。我對這套新武學的理解是，神標千機鎖天負責清小怪，一拳超人負責揍 BOSS， 這倆搭配簡直完美，直接飛鳥向前，遠程揮出3套拳氣，蓄力一拳直接打死 BOSS。
其實你可以這麼理解，剛才所有的動作都是為了那蓄力一拳，因為普通攻擊的作用是回復能量值，而只有當能量值達到4格滿值的時候，一拳就可以幹爆任何 BOSS。所以天志垂象這個武學，我給它取名叫一拳超人。我現在的戰力是37000，一拳最高傷害30萬，有很多高手一拳能打出100萬傷害。這個騎術叫以蛾之名，也就是抓一隻蛾對敵人造成時間流速放慢，需要消耗60點金元，作用很大，但我幾乎用不上。自從有了新武學一拳超人，清河的 BOSS 每天都要被我揍一遍。而且一拳超人還有個非常牛的技能，就是你可以抓一隻老鷹在天上飛。原本我還以為一拳超人會被削弱，沒想到是被加強了。我現在的想法是，葉雲所有的武學都可以不學，但你必須學這個一拳超人和神標千機锁天。有了這2套武學，其他的武學都可以扔進垃圾桶了。我建議大家飛的時候帶上心法燎原星火，好處是可以續航耐力，讓你飛得更遠。文章是沒發過的，研究是沒有着落的，師兄們的語言是不通的。我投過文章，你投過嗎？我做過實驗，你做過嗎？我被机關牛壓過，你被壓過嗎？不是哥們，被車撞了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嗎？我們來測試在平地上，老鷹能帶我們飛多高？還不錯，最多能向上飛3段，能飛到城牆上面去。但是那樣的話，耐力的消耗也會加快很多。神標千機鎖天還有個很牛的功能，那就是可以打斷敵人的技能。比如正常情況下我們會被無相皇打飛出去，但是用神標千機鎖天就可以打斷無相皇的施法。注意看，出現這個死神筆記，就可以把無相皇勾住，打斷 BOSS 的技能，並且將他放倒。這一招控制技能加上一拳超人的毀滅爆發力，簡直堪稱最完美的組合。第8名，最完美的騎術搭配，蛤蟆弓加獅吼弓。好處是獅吼弓可以引爆蛤蟆體內的毒氣，造成大範圍超高傷害。這裡開心遊戲教大家一個戰鬥技巧，打 BOSS 之前把狀態加滿，食物增益可以提升240點攻擊力，服帖效果可以增加15%的全屬性攻擊，然後你再帶上天弓開悟，有了這3個屬性加成，攻擊力會爆發出很高的傷害。注意，蛤蟆弓可以連續按3次，進階為巨型蛤蟆。中毒完成，用獅吼弓引爆 BOSS 身體裡的毒。這裡還有個技巧，凌雲踏加騎龍回馬，可以彌補距離上的優勢。凌雲踏接騎龍回馬，這樣相當於遠程攻擊。第9名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唐橫刀和十方破陣。和無名劍法的遠程攻擊不同，唐橫刀它其實是近戰攻擊。玩家之所以喜歡唐橫刀，主要是它的走位風騷，接刀姿勢很帥，而且在 PVE 止戈戰鬥中，唐橫刀可以把對手擊倒在地上，使其喪失戰鬥力。所以你要是打 PVE 玩家對玩家的話，可以選擇唐橫刀。而如果你想打 BOSS 或者副本，我更喜歡用一拳超人。唐橫刀的搭配是這個十方破陣，我猜葉雲的策劃，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帥怎麼來。唐橫刀的走位很帥，十方破陣拎刀拖地的姿勢也很帥。在陣法上，唐橫刀主要負責輸出，而十方破陣負責防禦，這算是一套比較平庸的打法，完全沒有一拳超人那種驚人的爆發力。而我又恰好喜歡那種極端的打法，要的就是一拳幹死敵人的爽感，因此我對唐橫刀並不是很感興趣。我覺得他這個接刀姿勢還挺帥的。還有這個引爆刀氣也很帥。
這是國服的4種武學，包含一拳超人的天至垂象、神標千機鎖天，以及斩雪刀法，也就是唐橫刀，還有十方破阵。這4種武學的詳細解釋，大家可以暫停畫面截圖，然後拿去慢慢研究。我平時從不看這些，因為我的想法是，要麼帥，要麼爽。那些文字的東西看得我頭都大了。第9名是這個射9箭，顧名思義，一箭能射出9支箭，它的作用是讓敵人無法跳躍。還有個奇術是匕首，這其實是給奶媽治療用的，它的作用是提升奶媽的治療效果。雖然可以自動攻擊，但是傷害就別指望了，只能欺負小怪。這是剛才研究室以及萬物微風2種奇術的介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今天我講的這些武學，國際服在將來都會慢慢更新，我這也算是提前爆料新內容了。第10名就是這個縮骨功，你先傳送到清河右邊的丹崖這裡，然後你跑到山上會有一棵姻緣樹，在大樹的左邊會有一個洞，使用縮骨功就能進到裡面去。國際服現在還沒有縮骨功，所以很可能是進不去的。而且國服玩家要去這裡玩，必須先去多人世界才會有這個洞，單人世界也是進不去的。這裡面是一個神秘世界，就像是孫悟空的水簾洞。在這裡可以發射人體炮彈，也可以自己當炮手，把朋友發射出去。我覺得還是挺好玩的。還有這個蹺蹺板和盪秋千也很好玩，只是我跟朋友來的時候，這裡已經是凌晨1點鐘了，所以並沒有看到有多少玩家。其實平時這裡是人山人海。另外，我覺得官方應該多增加一點玩法來吸引玩家。對於我這樣的老玩家來說，玩得久了就沒啥意思了。我錄製這個視頻是叫我朋友武明來錄製的，他給我們展示了他手中的折扇，看起來很特別，降溫的同時還能用來養魚。哎，我在想，現實中要是能做出這把扇子，老闆肯定賺不少錢啊。第11名就是國服的裝備系統，現在升級更人性化。首先是初始屬性可以自己選擇，這樣就能避免出現垃圾詞條。條率出現2個垃圾詞條就必須放棄，因為裝備轉綠的機會只有1次。像這種帶技能增傷的是神詞條，出現了就必須保留，比如武學增傷、奇術增傷、治療增效等等諸如此類的，這些是神級詞條，你可千萬別把它們扔了。我先把歪了的那個詞條轉綠，然後再變音，因為一拳超人靠的就是蓄力一拳。而且你注意看，變音次數達到4次就可以自選，所以說國服業餘會更輕鬆地打造出神級裝備，基本上出什麼詞條都是你自己定。我用的是一拳超人，所以我選擇蓄力增傷，這個你不要去管什麼金色詞條，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裝備系統的第3點就是，當你不喜歡自己的套裝，或者想換到其他武學，你只需要點擊這個小小的地方，就可以任意切換到其他套裝。最開始的8次都是免費切換套裝的，因為我的套裝已經切換了好多次了，所以這次得花50長明玉。第4點就是條率重置，如果你對自己整個的裝備都不滿意，你甚至可以選擇重新再來。以上就是國服的裝備升級系統，把那幫整天教大家做遊戲攻略、裝備升級的遊戲博主都幹失業了。以前會有遊戲博主教大家怎麼調綠裝備，而現在任何一個新手玩家都能調綠出很好的裝備。事情是這樣子，我原本在這裡錄製雙刀武學，結果不知道怎麼招惹這隻大鵝了。這家伙屬於那種有仇必報的。我於是靈機一動，既然他這麼能打，我就把他引到旁邊的軍營，看看是軍隊能打，還是鵝天帝更能打。哎，不是哥們，這大鵝是你們軍營裡養的嗎？讓我沒想到的是，鵝天帝不僅不會攻擊士兵，反而這些士兵還會給大鵝加血，甚至這隻鵝天帝還會跳起來攻擊我，而且他還會爬梯子。
哎，算了，本來想開出好戲，沒想到他們還挺團結，那就只好讓你看看我的騎術流星墜火。怎麼樣？這下老實了吧？鐵鍋燉大鵝。這個雙刀武學，剃刀姿勢挺帥的。給大家分享一個好地方，就是開封右上角的白馬驛，這裡有很多的淬火油，喜歡用天工開物的，每天都可以來這裡蒐集。我的奇怪，剛才怎麼聽不下去了？唐宮山道的長老們幾乎都是你的長輩，我的經驗是，越是長輩呢，越受不了你耍賴。耍賴？對，重要的是表情和語調。我給你學2句我最常說的。韓姨，別凶我了，你再教我幾遍吧，你教我，我才能學會。韓姨，你最好最溫柔了，你要是想打我，你可下去手。那你训我2句，你肯定不捨得張口。還好我沒有像你這樣的弟弟妹妹。有你上天掉兩隻臉的弟弟，那你哥哥姐姐很可憐了。我妹妹就……這是不見山地圖提到了韓姨和紅線，主角拜托坐在輪椅上的巨子燕調查韓姨是否來過不見山，可惜巨子燕說沒查到過。不過千葉跟吳相皇還有堂哀弟李作這3個人倒是來到了不見山。秀金樓傾巢出動現身不見山，他們究竟意欲何為？國服到這裡就斷了，後面的劇情要等更新才能知道。我先帶走了。巨子跑了，帮我攔着他們。刘翔，巨子，我抢！巨子在那邊，巨子，能不能給我簽個名？巨子姐姐，阿翔都有，我也想要。劉翔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！橋下的快避避啊！別碰老車了。馮大哥，選這條路，你故意的吧？向人報仇1天不晚啊！不是，殺！還能這樣？巨子，我帶了眉筆和口紙，簽我衣服上吧。巨子竟然飛起來了！總算逃出來了。哎呀，這個時候你逃得還挺快。剛才那個情景還是太複雜了。我們是朋友。是，我也願意當巨子的朋友。巨子何意？金公子，你也尝到被人装神弄鬼糊弄的滋味了。原來如此，巨子会，学了解说。剛才那個鏡中園就是你們認識的開封府尹趙光義，想來這葉雲策劃真有意思。開心地圖就把吳相皇、千葉、開封府尹趙光義這些老人物叫過來，主打就是一個地圖可以換，但人不能換。這個馬拉着整座宮殿在移動，我感覺非常震撼，所以就發了上來。這是晴川地圖才有的，像是一個奇遇任務，只要不完成這個任務，這座移動宮殿就會一直存在，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福井行舟。截至這期影片，我總算把國服的騎術、武學、地圖這3項都做完了。沒看過的朋友可以翻翻我之前的影片。下期影片，開心遊戲想做木構玩法，就是那種在天上飛的飛機，地上的坦克大炮。